好，请大家继续收看《少康战情室》啊，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志豪议员、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万美玲委员、唐湘龙先生。美国国务卿说，美国在委内瑞拉成功斩首，他其实没有斩，他是扶手，把手给他搬家了啊。那其实他说，让习近平对台湾动武更加犹豫哦，因为之后有2种讲法了，一种是说，哦，美国这样去斩人家手就斩了。那习近平大陆会不会将来对台湾也斩首呢？哦，或是把人家抓走了呢？哦，这是一种想法。另外一种说，哦，美国好厉害，要干谁就干谁，要抓谁就抓谁，会不会让习近平比较忌稍？说哦，不要这个稍安勿躁哦，不要这个轻举妄动哦。所以有2种讲法啊。那另外呢，这个卢比欧说，习近平把拿台湾是历史的使命，所以不会因为委内瑞拉事件而动摇。外界的事怎么样对他不会动摇的啊。那另外呢，川普现在想干嘛？大军开到伊朗旁边去了。哦，五角大厦披萨指数连日飙高，大家都知道五角大厦是美国国防部，只要订披萨就是要加班嘛。因为加班披萨，就像我们吃鸡腿便当、排骨便当，对他们来讲是披萨。哦，指数附近的卖披萨店生意哇，晚上的加班。哦，所以要干嘛？显然美国国防部又在准备干嘛了？哦。那卢比欧说，美国很快会在委内瑞拉设立外交机关啊。那另外呢，好，川普对伊朗现在大批的舰队去林肯号航空母舰领军，哦，10几艘军人在那附近哦。川普说，赶快来谈，否则你的时间不多了哦。那伊朗呢说，我们枪已经上膛了，随时准备跟你对干哦。那美国现在对川普跟对委内瑞拉不一样，委内瑞拉比较简单，总统干掉了就是副总统上来，而且事先就讲好了，副总统那个女副总统哥哥去年就跟美国政府讲好了。但是伊朗不一样哦，那伊朗现在的领导人如果干掉，谁来接班？所以现在不知道谁来接班，至少没有一个现在看起来亲美的人来接班哦。将来会不会冒出来不知道，现在看不到。那卢比欧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动武了哦，要确保委内瑞拉合作哦。那另外呢，川普这个本来是要对丹麦啊这些8个国家要有关税威胁，说现在呢也停了啊，然后呢说美国这个丹麦、格陵兰要启动北极安全协商，什么协商呢？川普要有永久进入权，你家就是我家，我要进你家就跟进我家一样，我随时可以进，你不能反对我进哦。所以现在呢，这个3方要谈判啊。那另外这个问题呢，说呢，乌克兰跟这个顿内茨克问题其实都很棘手了哦，要和谈嘛。那他们也要和谈，现在双方也要和谈，所以呢，说正在积极调解。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在真实社群上发文说，有一支气势磅礴、目标明确的舰队正在前往伊朗。舰队由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带头，川普还说，这比派往委内瑞拉的舰队还要庞大。مواضع ما مشخص هست. مذاکره با تهدید نمیتونه جور در بیاد و مذاکره در شرایطی باید صورت بگیره که از تهدیدها زیاده‌خواهی‌ها دست برداره. 虽然伊朗外长声称还没有跟美国提出任何谈判请求，但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愿意谈话。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则表示，来自美国的任何攻击都将被视为战争的开始。中东情势持续升温，被外界视为美国军事攻击的指标，五角大厦披萨指数近2日也持续狂飙。The situation on Taiwan is a G legacy project that he's made very clear that that's what he intends to do, and that's going to be irrespective of an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出席委内瑞拉政策听证会，他表示，美军突袭抓捕马杜洛不会牵动北京对台行动，因为习近平心中早有定见。那这样怎么看？美国就反正习惯展现他的暴力美学，他把所有的暴力2手策略、胡萝卜跟棒子，当作是他的一种的审美。那但是委内瑞拉终究是在美国的眼皮底下，是一个被美国高度渗透的环境。美国要去处理，最重要的是委内瑞拉潜在的帮手，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基本上面呢都插不上手。
我说了，因为要对委内瑞拉动手容易得多，是因为在地球仪上，委内瑞拉呢就在中国的刚好的对面，是地球上面离中国最远的地方。但是伊朗不一样，伊朗第一个它就在中国的眼皮底下，伊朗是金砖体系的新增加的5个正式成员之一，伊朗是重要的中国的能源的供应国。委内瑞拉实际上面占中国的能源供应的比例是低的，大概只有3%、4%而已。伊朗并不是。再来就是伊朗传统上面来讲，在中亚地区，我认为美国对于伊朗虚张声势。对委内瑞拉来讲，我还会半信半疑。但是如果要对伊朗动手，我觉得虚张声势。那他派那么大舰队去干嘛？你要演戏就要演到像啊，就像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呢谈到的披萨指数，披萨指数是个笑话。披萨指数向来都是美国的五角大厦要采取某些军事行动的标准道具而已。你想，如果我真的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会让你知道我今天要开始动吗？然后呢，你只要问我附近的披萨店就可以，我们今天在加班，有这么蠢吗？就是后来那个披萨指数，它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呢。当我讲你不信的时候，你看看我周围的披萨店的生意多好，那个是一个这个惯性，是一个常态。但是对伊朗动手这件事情，因为伊朗一旦动了，除了在过去一段时间，去年伊朗在和以色列用导弹对轰的时候，是在求希望能够赶快停火的，是以色列，并不是伊朗。轰了12天之后呢，以色列再厉害的什么铁穹、银穹什么呢，到最后呢也都已经到处都破洞。或者伊朗的导弹打到第12天的时候，当他呢倾其全力的跟以色列呢做饱和攻击的时候呢，以色列已经没有办法去做什么拦截，所以以色列也被轰得非常惨。这种的情况，去年伊朗还留一手，伊朗有威吓到呢中东地区，尤其呢在巴林卡达附近的，就是说美军的基地跟他的第5舰队。但是如果真的要打起来，动到呢伊朗本身的生存权的时候，那些的导弹呢是有可能落地的。所以我怀疑就是说呢，美国呢到底有没有真的那个胆量去对伊朗呢采取一个正规的军事行动？最后就是说，我们得要提防的就是，因为伊朗这国家的国内的政情相对是复杂的，它北边有库德族。它南边呢还有贝路支省的这个就是说呢这个独立的这个反抗势力，这2股力量，伊朗呢如果德黑兰垮了，这2股力量呢一旦呢开始呢采取呢他们各自行动的时候，那整个的中东地区，包括土耳其。那包括了叙利亚，包括伊拉克，甚至包括巴基斯坦，都会呢瞬间陷入到混乱。美国基本上有没有能力去处理那个混乱，我高度怀疑。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是中国对于呢美国如果要去动伊朗，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后面还有这个川普想要去访问中国大陆的问题。如果你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如果要把到大陆访问当作是呢今年2026年川普年底呢期中选举的起手式，那这个时候呢，中国大陆呢，即使不是对美国呢可以有很强的吓阻力量，但是没有中国的某种的同意，美国呢在印度洋，在中国的后门是动不了手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春节要到了哈，大家过年，但是呢，国军加强戒备，说呢这个他的战备操演，重型狙击枪第一次曝光叫做国造的劲风1型攻击无人机也出来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说空军这个共享情资，所以导引飞弹呢急杀猎海风大队跟空军一起他另外呢，本来有一个台版的弹簧刀，说怎么回事呢？发射5秒钟就掉海里面去了这是这个攻击型无人机但是怎么掉到海里去了那赖清德说他愿意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但是呢他说呢，审预算是你们的责任，不是筹码，不是我审预算你来报告，你们本来就应该审的我去不就应该审的。
那另外呢，国民党委员怀疑到现在为止1.25兆的所谓的韧性军购预算呢，还没有具体内容。要你给你就给个什么20万无人机啊，1000艘什么无人艇啊，什么一大堆，乱编一通，根本就是这个应付我们啊。那另外呢，立法院说要邀卓荣泰3月3号到立法院报告关税的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具体内容了。内容是什么？汽车到底是不是零关税？农产品到底是不是这个要降低关税？哦，到底具体内容是什么？不清楚哦。那卓荣泰也说呢，总预算呢是不是能够春节前坐下来谈？没多少天了哦，不到1个月了哦。那另外呢，美国因为对韩国硬了哦，说呢之前贸易谈判作废，除非韩国立法通过了，否则的话呢没有通过立法还不算法律啊哦。那另外呢，川普本来说要给韩国加100%的关税，现在说呢要跟韩国谈，所以呢又塔口了啊。那另外呢，赖清德说蓝白不看生面看佛面哦，否则的话，将来15%关税可能又变成25%了哦。那另外呢，33会是说这样叫我们去投资2500亿美金半导体，再投资2500亿美金哦，政府用什么信用保证，产业恐怕会空洞化。先讲一下，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立法院在这个会期的最后一次院会啊，大家都很关注。那但是有一些现在一些消息老讲，我觉得都是假讯息啦，而且用似是而非的，尤其在台美关税的部分。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台美关税呢，现在有公布的就是我们可以15%不叠加。那另外就是包含2500亿的直接投资跟2500亿政府做保的一个投资。那这个33会也提出来说，这样的会产业共同化啊，这个我们当时都有讲。当然我们讲的时候呢，立刻说我们是那个中共同路人呐，哈，在做认知作战。那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可以把像33会是国内的这个企业界的团体，是不是国内的企业界团体通通给把它打成所谓的中共同路人呢？那另外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杨珍妮，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台美关税贸易谈判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其实不是郑丽君，是杨珍妮，她一直都是我们对外谈判的总负责人。那杨珍妮她自己有承认，在行政院的记者会说，美国是要求我们全面市场开放的啊，但是这一部分到底其内容是什么？到目前为止，现在的政府完全没有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过去长期关心的农渔产品啊，比如说你像农产品美牛、美猪，就是有没有含莱克多巴胺的，还有内脏的部分要不要开放进口啊？这是大家非常关心。那例如过去美国长期要求，就是他认为台湾对于基改食品不准进入校园，他们是有意见的。长期每一年讲贸易战碍，通通都要把我们这个提出来。那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让步呢？我们不知道。那或者大家普遍消费者很关心的，就是我们汽车关税会不会零关税啊？我们很多消费者是说，哎，赶快零关税啊！港口几万辆车在那边，对，我就等着要买啦，哈，这么这个买那个 Tesla 什么等等之类的。那还有呢，大家关心的保健品啊，大家常都在骂嘛，说啊，我在这边买什么维他命 C， 台湾就是比美国贵5-6倍啊，凭什么？因为我们的关税特别高啊。那这个也是很多消费者还有很多产业非常关心的，但是有关于市场开放的这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事实上仍然处于黑箱作业。好，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的包含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就因此开始喊话了啊，说，哎，立法院国会不要挡啊。不要挡这个什么台美关税谈判的协议啊！你们要是挡的话，我们的那个趴数我们的关税会从15%变成25%，那我们就很纳闷了，我们挡什么？你到目前为止，这个协议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啊！你有送到立法院来吗？也还没有送到立法院来。那大家都觉得就说隐隐然好像现在有个轮廓，可是整个其实内部的内容不清楚，然后协议也没有出来，也没有送到立法院，然后就开始栽赃说，哎呀，你们国会啊不要挡啊，挡了以后啊怎么样，简直莫名其妙。我说这个就是完全的假讯息。所以在昨天也做朝野协商，3月3号，也就是在这个农历年之后一开议之后的第2个礼拜的院会。那么就要求
我们的行政院长啊，率这个相关的部会首长来报告台美关税贸易协议的谈判。哦，你到现在没送内容，可是你先来报告嘛。所以我要讲就是说，真的不需要再乱带风向了。那至于总预算的部分，还有国防的特别预算，总预算部分，我们这2天也都澄清过了。我们把718亿拿出来，好，这个另外的审查通过，另外的这个预算，你可以动用92.5%，你通通可以动用，没有问题，没有你们所说的啊，通通都没有办法动用。那至于国防特别预算1.25兆的部分，民主党已经提出他们的版本了嘛？那我们现在国民党团也会提出版本，但是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那基本上我觉得很快的，在下一个会期2月就开了嘛。对，2月24，我们现在定的是2月24，那慢慢很多这个部分都可以明朗化。美玲。这个1.25兆的这个军购预算是最近大家非常诟病的哦，因为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没有办法执政党交代出来说这内容是什么。我想不管是在这个外交委员会，不管是在我们在协商的时候，从来没有交代。那但是呢，该交代不交代，但是讲一大堆无意义的口号哦。那包括赖清德最近讲说，他又出来呼吁，他说，哎，唯有我们愿意守护我们的国家哦，这个才能够得到国际支持哦。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呼吁的，哪一个人会不愿意守护自己的家、自己的国？但是我们要支持的是合理合法的军购，我们希望能够公开透明。但是同时啊，我也不是只有军购而已嘛，我们也要能够执政党要能够具备能够和平谈判的一个本事跟能力嘛。否则你去讲到说国际支持，我们就拿乌克兰来看就好。当时乌克兰要打的时候，其实世界各国就支持啊，都支持啊，我们用各式方式支持你。但到最后呢，所有的苦果这个乌克兰自己在担。那么现在呢，只剩下世界各国都是谴责，没有看到任何的行动。那这样的国际支持是我们未来我们要的吗？我想不是嘛哦。那接下来他又讲了，他就说这句话就更好笑，我到现在还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他说1.25兆的军购啊，拜托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在哪。我研究了很久都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我们要讲哦，这1.25兆的军购预算到底是不是内容全部都是台湾所需要、所必须的，还是美国希望我们买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在野党从来就都不反对来增加相关国防预算或者我们的国防的这个军力哦，但是我们是绝对不接受这种空白授权哦，而且这个是也要帮全民的纳税人去把关哦。那当然了，最近在提到说立法院要邀请总统来立法院哦来做报告，那他就讲了，他说哦可以啊，我来去做这个国情报告，但你不可以限制我说我要报告什么。那我真的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可笑的点哦。我们要知道国防外交本来就是总统的一个职权哦，那现在1.25兆这个军购不清不楚，那你天天都在呼吁，天天都希望赶快过，那来审查，但是你为什么不要来报告呢？你自己也可以说你愿意来讲嘛。那如果你有这个勇气来讲，那我们来问你来答，说得清清楚楚，很快我想就会有个眉目哦。那刚刚他讲说这个审预算是责任哦，不要拿来当筹码。我想没有人把审预算拿来当筹码，审预算本来就是我们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在，但是我们必须要讲，当我们就是依法来审查完毕、依法通过的东西，但是呢，执政党却不依法编的，今天是要我们审什么？那所以我们就说，这个3月3号，总统他要来报告，当然是要来报告了哦。那因为就像刚刚洪伟所讲的，现在虽然说有一个15%出来了，有一个不叠加，那我也不清楚这有什么好认为打胜仗或是全垒打的，因为呢里面还有太多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到底还有什么是后面要换的。前面讲的本来的投资，现在变成夯不啷加起来是5000亿哦。那其实产业其实都在哀哀大叫。那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提出来一个说，这个国防预算大概在4000亿哦。那这个赖清德说什么？他说：“哇，我们这个1.25兆是要打造台湾之盾啊！那你的这种说法，其实这个盾就破了个洞哦。对不起哦，我要跟这个赖清德讲哦，其实真正破洞的是我们的细盾哦。我们要知道，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把筹码进出哦。过去大家如果还要珍惜台湾，还要忌惮台湾，我想最重要的是来自于晶片哦这件事情。但是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把我们整个护国群山简直就全部都移过去了。
一旦万一真的有一天台海不管发生了一些争端或者战争，或者是这个封锁的情况之下，你想世界各国过去可能还要忌惮他们的晶片来源，而现在呢，拿什么保护我们呢？所以我就说，其实不是台湾之盾破了个洞，而是在谈判过程当中，我们的细盾破了一个大洞。所以我们希望啊，其实赖清德如果对1.25兆的军购预算这么样的在意，他就应该要有这个勇气，好好来说清楚、讲明白。回到关税我真的不相信在谈判的时候不是一起谈的，他一定是一起谈的嘛。然后说先谈25变15，你投资2500亿美金加2500亿5000亿美金，然后汽车呢那边以后再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他当然是绑在一起谈嘛。那一次告诉我们结果是什么嘛？我们知道日本一次谈的结果，我们知道韩国一次谈的结果，我们知道英国一次谈的结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一次谈的结果是什么。这不可能是分开谈的啦，一定是绑在一起一篮子谈的嘛。谈判一定这样谈嘛，这个我给你一点，那个你给我一点，这个你让一点，那个我让一点，一定这样谈啊。然后说先公布一份，其他的先不讲，大家急得要死啊。休息再回来。监察院长陈菊请辞获准说请假超过1年不过他们说并没有超过了因为他有65天的事假啦、公假啦、病假，可以把那个请完以后，公务员规定是2年请假不能超过1年2年里面，但是他那60天请完了，然后这2年还没有超过那另外呢，赖清德说呢，希望他能够恢复健康早日康复原来希望他能够呢健康回来再继续干监察院长，但是看起来请假时间过长了他监察院长1个月薪36万，所以呢缴回国库，所以要缴468万那媒体是说他请假请到顶了，就是能请多少就请到多少。那现在其实不能再请了，所以呢赖清德是徇私，因为他们是新草律系的以示害公而且监察院你说不重要吗？其实也蛮重要的那另外呢，这个监察院说，这个王宏威少算了60天的休假了所以并没有请到顶了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团说新人选必须中立，而且超越党派现在是李鸿钧来代院长，李鸿钧呢是亲民党的这个委员那另外呢，柯文哲说陈菊就好好养病吧而且呢，这个应该把监察院的预算删了，把监察院给废了。实际上，民进党以前认为说应该把监察院给废了，可是呢，执政以后呢，不但不废，而且各种酬庸各种分派任务没有一个废掉的。我们看一下。那如果健康状况不行，那就请辞，那就好好养病。过去谈到陈菊总是满肚子气，现在毕竟身体健康第一，柯文哲把炮火收起，但谈到制度层面，在喊话费监察院，趁机这一次总预算面就把监察院的预算全部删掉。既然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还是3权分立，我们就不要再搞什么5权分立的很奇怪的制度了。就重返党职的柯文哲接任民众党国家治理学院院长，将重新列席党务重要会议，掌管党内人才培训。熟悉的柯文哲大谈国家发展，而现在陈菊因病请辞。总统赖清德表示，陈菊一生为台湾的民主奋斗令人钦佩，希望菊姐能够早日康复。当时我认为，如果好好复健的话，他是有机会重新回到岗位上，也基于想要让陈菊院长专心进行复健的工作，所以最近他又提出辞呈。我免予同意。菊姐现在连我们要去看她都没有办法去看到她，所以我知道的就是有好一点。陈菊子弟兵纷纷喊话好好休养，因为传出陈菊虽然恢复行走能力，但语言能力受损。过去几个月来多次向总统表达辞意，直到现在请辞获准13个月，每个月36万薪资，总计469万。因为所剩任期直到明年的7月底，目前由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代理院长职务。赖总统的职权我们由赖总统来或是总统府来对外说明，他的请假可以到今年的7月，并不是如外界指摘他或是误解他，说他是因为没有假可以请。代理院长李鸿钧也是前亲民党籍立委，眼看国民党喊话，新任院长必须超越党派，绿营就反酸李鸿钧不是曾经的自己人吗？昔日色彩在牵动人选安排。那这好，
我们当然是我相信，其实从昨天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们在全党上下，大家的都很一致啦，就是希望说，陈菊院长能够好好的养病，然后早日康复。这个应该是我想这个基于人道的立场，大家应该也都是这样子想。那但是如果说讲到说，陈菊院长他是不是这个请假的时间过多？相信就是原本的状况应该是说，他要养病。那他就请假，而且他是依法去找他原本这个可以请的假来去请。那当然，作为总统，可能就希望说，我希望你早日，这是也许你的疗程是，比方说1个月啊，那这个是你在你这个假的这个范围之内，那我们当然就是整理假，你就去把它把病养好，然后再回来岗位上。原本应该是这样子想，但是可能你在治疗过程中，你在这个整个疗程中，可能有一些附件，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让这个时间在拖长，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事前一开始就预见说，我这个接下来会有1整年的时间，你就让你这样子去自由的去请假，应该当然不是如此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在现在这个状况，我们就是希望陈菊院长能够好好的养病，然后早日康复，这个就是我们的以上的看法啦。南萱。我觉得当然就是祝陈菊能够早日康复了啊！我觉得看起来一路走来应该是还蛮辛苦的哦。他如果说还需要那么多的复健，连语言的表达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哦。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讨论起来，这个事情看起来像是终于解决了，因为大家一直等待解决，等待了1年多，想解决，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你知道稍微提出来讲，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似乎有害于这个监察院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运作，那就民进党就会说你是怎么样，你都没有同情心，你怎么会觉得这个人家就是要好好的养病？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反而更可以去讨论。我觉得整个讨论，尤其是赖清德不出来讲话则罢，出来讲话之后，你根本觉得奇怪。好好养病，那1年前不用好好养病吗？2个月前不用好好养病吗？半年前不用好好养病吗？为什么突然间现在才需要好好养病？那如果你觉得他需要好好养病，当时在抨击陈菊菊姐的时候，你说不出来说，是因为我为了留他，都是因为我为了留他，是我要不要辞的，你们不要骂他，要他骂我好了。不是这个样子吗？因为是赖清德，照他的说法是第一时间哦，当陈菊在2024年底他中风的第一时间就已经跟赖清德请辞了。那所以我们听到潘孟安说，他这个是非常有责任心，所以他不愿意他这个身体的病情耽搁到整个这个监察院的运作。所以你看他那么的有责任心，那你不让他辞，结果呢惹来那么多的骂名的时候，那为什么总统不出来说话呢？所以我觉得整个赖清德处理这件事情本身充满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嘛。那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他为什么不让他辞？我觉得那就要进一步去细究啦。那为什么不让他辞？那是因为你觉得辞了以后你要处理监察院长代理的问题吗？你是觉得这个菊姐之后呢，很多人可能接下来都要求要这个位置，所以你不好分吗？是因为党内的派系让你觉得有压力吗？还是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朝野之间的运作都让你觉得有压力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必须出来讲清楚嘛。就是今天陈菊出来之后，他是当你的挡箭牌了吗？搞半天，他又一方面又生病，二方面成为你的政治挡箭牌，帮你挡子弹，是这个意思吗？帮你等于是延后你的一些派系当中的或者人事当中的处理吗？那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同意呢？重点是他不同意的时候，他让陈菊在位置上面1整年的时间，又没有办法好好养病，还要去接受这种政治纷扰，其实都是赖清德造成的，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赖清德要出来回答才对啊。那更何况是你看起来，所以他到底在不在乎陈菊的病？我坦白讲，我也不知道。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他在不在乎国家体制？所以我觉得一个是陈菊的问题，就是今天如果说你真的体恤，你认为菊姐她这个为国这奉献了为民主奉献了一辈子的话，你不应该让她被这个骂你吗？你陷他于不义不是吗？你把他留下来多1天，你就陷他于不义。今天陈菊希望求仁得仁，你不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真正干就是不带走一片云彩。你看他连钱都不要了。坦白讲，我觉得陈菊这个目前听起来还原当时的状况，我觉得是很值得敬佩的啊。他第一个他不要这个位置，第二个他不要这个薪水，那是你赖清德拜托他，那你不告诉大家说你拜托他，你让他被骂了1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监察院重要吗？显然不重要嘛。对你来说，你认为当初民进党说要废监察院，等你当了执政党之后，你就说你不要废监察院，就是监察院很重要。那问题是重要吗？你说今天因为他没有他语法没有不合，所以他也没有说真的说做到怎么样违法的事情。但重点在于说，这是一个政治观瞻的问题嘛。就是今天一个5院之一，可以院长请了1年多的假。然后呢都不来，你也觉得没关系，所以真的都不重要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赖清德来说，第一个你不在乎陈菊，第二个你不在乎监察院嘛，你不在乎我们的国家体制，不是吗？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包括我说现在他在催这个总预算，在催什么国防预算。
还说什么自由不是免费的？我坦白说，你真的在乎台湾吗？你今天讲说自由不是免费的，那你要不要告诉我们自由值多少钱？请问你自由值多少钱？先是1.25兆，那再1.25亿，那再来的话呢？兆，这个对，算昏了，1.25兆，这个还是特别预算。然后呢，2500亿算不算美金？再来呢，信用担保2500万亿算不算？这两个加起来是15兆台币。所以呢，你说值这个1.25兆而已吗？没有哦，又值15兆。一方面是经济霸凌，二方面是军事霸凌，不是吧？你都要钱，这方面也要钱，那边一方面也要钱。那再来，你要真的要算40%的半导体的产能，算不算？有价吧，也是有。你到底要多少？我就说，今天鼓励人的话，你告诉我们说自由不是免费的。好，那我请问你，美国如果真的要保护我们，请问你开个价嘛？你开多少的价？你不能连话都讲不清楚吗？是1.25兆，还是15兆，还是再加这个40%的产能，然后再加整个的市场完全开放准入，是这个意思吗？那还有没有？卢瑟尼克说接到头期款哦，那还有没有？你不讲清楚，你告诉我们是自由是不是无价的，不是免费的？那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花多少钱买什么东西付给你美国，然后再来一个很重要，我觉得刚刚我们没有特别提到，卢比欧今天讲到说呢，习近平他说习近平犯台这件事情是他的历史使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改变他。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改变他，那你美国也改变不了他。那我付保护费给你干嘛？我付保护费给你，就是要你试着改变嘛。你改变不了的话，那你要来啊。那今天如果我付了那么多不晓得多少价格的自由的代价，又换不来你来保护我们，或者你去阻止习近平的犯台，那请问到底我们在谈什么事情？就我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不清楚的话，我就根本赖清德这段时间他的主政，你根本不晓得我们这个国家在做什么。继续再回来。好 ，TBS 刚做了一个台北市长啊民调了哈，蒋万安如果郑丽君下来选，他们说郑丽君很好，那是多少呢？是62-25，哦，没决定人非常少，只有13%，几乎都决定了，投票率也不太可能到87%了啊，所以呢，蒋万安来选，胜这个郑丽君37%。那说王世坚，大家说王世坚很棒啊，是好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60-27，啊，60-27多33%胜了。所以对郑丽君、蒋万安胜37%，对王世坚多33%，难怪他们不想来选啊！王世坚一早就知道了啊，就说啊不要了，什么我这个家里有这个过去的长辈的背景啊等等。那另外呢，年轻理论上讲，王世坚很吸引年轻人，从容啊哈。就算是20到29岁的蒋万安也是54%，对王世坚38%，哦，赢了16%。哦，所以呢，蒋万安看似很强，在年轻人里面也很强，所以不是说年轻人都支持王世坚，不是啊。那施政满意度呢，有63%人满意这个蒋万安，不满意的22%，哦，所以呢，满意的也是非常高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蓝白会不会分手？因为柯文哲最近讲一些话奇奇怪怪，说蒋万安啊什么要骗选票啊、营养午餐啊等等。柯文哲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啊！哦，合就合，分就分啊！而且国民党的朋友都很玻璃心呐，哦，很脆弱啊。那民进党每个人都见猎欣喜啊！哇，好了，这柯文哲现在讲话，这个似乎蓝白有这个不合作的可能。那黄国昌主席今天布达了民众党的新人事，柯文哲给他叫做国家治理学院院长，哦，原来是市长，先变院长哦，而且是国家治理，让你治理啊。你不要管民众党党务了，好好去治理国家吧！哦，柯文哲说：“哎呀，你们都说我要重掌民众党，不要想太多了，没有了哦。立法院就让黄国昌去领导了，我到南部办训练班了哦，而且他会当张启凯当嘉义县长选举的总干事啊，我南部去忙哦。所以呢，那民进党就认为呢，国民党恐怕更焦虑了。”哦，柯文哲还展个党校，训练这个年轻人啊，
那另外呢，当时柯文哲说用人工设置法犯总预算呢犯军购嘛，柯文哲说不要把每件事都把人家想的那么坏嘛，我其实也没那么坏了哈，好吧，我们看一下。变成蓝白混，为什么叫混？分工合作啊，各干各，每个人都做他最擅长的、最喜欢的事，这样就好了啊。所以同样概念可以应用在我跟黄国昌的合作关系上面，每个人都做他喜欢的、擅长的，这样就好了。这个蓝营的朋友们哦，每个都很玻璃心的哦，然后绿营的每个我多讲，每个见猎欣喜。为什么要蓝白合？你在？这不是赖清德造成的吗？你就把民众党跟国民党绑在一起打到最后就两个就。是要合作啊，不然怎么办？还是好，民进党说每个都见猎欣喜，希望蓝白不合。没有，我们没有见猎欣喜啊，纯粹是说蓝白如果要合，那我们就是理当应该在地方的选举都会看到这些具体的状况。但是我们现在不管是在新北市、在台北市，光是这些议员选举提名，我们就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合啊。哦，也没有办法合，就蓝营自己本身这种前一家都没搞啊，够爬光。哪可能？哪有办法？就再让你这个民众党这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礼让你东，礼让你西。所以本来在蓝白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党，他本来就有各自的盘算跟考量嘛。那再加上上面又要有母鸡，你看黄国昌现在在新北市有点像是好像。就是没有台阶下的感觉，就是到底是要选还是不要选，然后就是好像越推越像是要选的样子。那这样子对蓝白要怎么样合，当然是就越来越困难了。所以说这不是我们谁主观觉得他们要怎么样，而是说在客观上面，当这是两个政党，而这个民众党必须要保存自己一个党的生存空间的时候，他就必须要面临，他不能够事事项全部都跟蓝营妥协。那如果都妥协光了，那民众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这样蓝白本来就不是完全的没有破口。政党要合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换句话说，那都是条件式的。那蓝白就像再密的鸭蛋也有缝，那苍蝇不会叮呢没有缝的蛋。何况呢，对于台湾民众党现在的政党的规格跟这个政党本身呢现在的位置来看，这次的期中选举本来就是他很关键的一场选举，这跟国民党跟民进党是不一样的。这对他来讲，他还有没有下一局？他这一局呢，必须要呢打出点东西来。所以台湾民众党可能是这次地方选举，我觉得真的有生死存亡感的，必须要呢全力一搏的。当然，国民党或者民进党，他争取的是如何尽量扩大自己的板块。可是台湾民众党是生死存亡的问题。那对于民进党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我当然想办法努力的去挑拨，去尽可能的去营造出，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那营造出呢蓝白不合的气氛，在任何的小议题当中来讲，都扩大它的伤口。这本来呢就是民进党唯一呢胜选的可能性，否则所有的内外的条件对于民进党对赖清德都是极为不利的。唯一对他有利的条件，不在民进党自己身上，不在某个候选人身上，在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身上。所以我主观上面，我那天有提到过，我说柯文哲在这个时候能够从看守所里面出来，柯文哲认为是因为大罢免、小罢免，因为所有的小草权力的支持，让民进党怕了。我说错，就算没有这样子的结果。如果司法是可操控的，我如果是赖清德，我如果可以呢决定赖清德呢要不要放出来，我也会让他出来才有戏，出来我才有机会。这个时候呢，柯文哲如果继续在看守所里面，那民进党真的就不用选了，就没有戏了。所以眼前你看到的其实都是正常的过程。那不要对于呢政党之间，你看到日本的政党呢，日本跟台湾是最像的。日本的政党的整合多么的困难，分合那都已经是司空见惯。所以大家就各凭本事。民众党如果能够在地方，我觉得除了新竹市之外，嘉义是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柯文哲去那个地方是对的，
至于其他的部分，我认为民众党如果能够跟国民党合作，对民众党呢是最有利的。而民进党呢，现在只要防着台南市跟高雄市呢不要丢了就不错了。洪伟，我也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好焦虑的，因为柯文哲无论如何他是创立了民众党，你不可能说在民众党里面他没有声音，他没有角色，这个大家一定要有的认知。但是我觉得不管黄国昌也好，柯文哲不管他个性怎么样，他是聪明人，他也知道2026这一场选举啊，也就是说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如果这一次2026让这个赖清德选得很好，让民进党选得很好，那说实在，民众党真的会泡沫化，而且说实在。不管是柯文哲自己的官司，现在政坛盛传就是黄国昌如果下来之后，他也可能官司缠身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很清楚知道一个大的目标。那在我们的主基调，包含新竹市已经是蓝白合的一个示范的城市。那未来新北、宜兰、嘉义，这个有关市长也好，市长也好，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蓝白合的共识。我想讲一下那个今天 TBS 的民调，也就蒋万安的民调，他针对不管是郑丽君或者是王世坚都是用碾压式的。那前2天其实有一个叫震传媒的民调，他的那个也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他也是大概也是领先20几个百分点。那这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蒋万确实很强，所以为什么现在民进党很难有人跟他抗衡？那原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就算选不赢你蒋万安，但是我要想办法牵制你蒋万安。可是以现在的态势来看的话，蒋万安会在2026的县市长选举里面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能是领头羊角色，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有外溢效果，所以我想这个是目前民进党应该最怕的。我看最近柯文哲充分的掌握了话语权不过他说话的那些内容我觉得不意外这就是过去这个柯文哲说话的一个风格了但是呢，我觉得蓝白合从过去到现在，不管是在立法院里面，我们针对很多的法案跟想法，大家付诸于行动一致，包括还价于民啦、还税于民啦、军人加薪等等，大家都有共识可以一起来合作。那么黄国昌主席跟郑丽文主席，其实他们在谈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大方向，大家也都是一致的。那从大罢免以来呢，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而且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不论是2026的选举胜或2028，就像黄国昌曾经已经说过了，其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下架人民已经唾弃的民进党所以我想在这个基础之下不会有可以让人家见缝插针的那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非常知道，能够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过好日子，那么蓝白合一起下架民进党是最重要的。对，我觉得下架民进党当然重要，但是我觉得在立法院的时候，当然权力的对象就是监督民进党，但是选举期间的话呢，我觉得壮大民众党显然是目前柯文哲最在意的。那壮大民进党很可能是要去打民进党，也可能是要去打国民党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可以看得出来，他就事论事的性格。我觉得柯文哲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